但這件事兒也對薩拉赫事件產生了深遠影響。目前伊薩克重傷以後，預計紅軍利物浦或許會留下薩拉赫，不會在東窗放走他。1990年，老 K 剛剛開始看球，馬拉多納和卡雷卡在那不勒斯的組合真是迷死人了。梅西真的太恐怖了。老 K 還記得過去亨利也說過，當時亨利在聊說內馬爾在訓練的時候能夠輕鬆的過掉5名球員，亨利輕描淡寫的加了一句，可是梅西生氣的時候能在訓練中过掉全队的球员，並且把球打进球门。所以做什麼事兒都不要惹怒梅西。你就能找到源頭。後來到了19世紀初，英國的幾所公學就将它改造為校內的運動。不過不同的学校規則不統一，形成了2大流派。一邊呢是 Rugby 公學，這裡呢允許抱着球跑，也允許互相球員之間情報，用的是那種椭圓形的球，強調身體對抗。後來也逐漸演變為 Rugby Football 拉格比足球。而另一方伊頓公學、哈羅公學等等就是以腳踢頭頂為主，禁止用手抱球，這也為現代足球奠定了基礎。這裡還有個傳說在1823年，Rugby 公學有一個學生叫威廉·韋伯·愛麗絲，他在比賽中突然抱球奔跑。雖然已經沒有確鑿的史料來佐證，但這就成為了橄欖球起源的一個標誌性敘事，也被寫入了 Rugby 學校的紀念碑，強化手腳分歧的文化記憶就從這裡開始。而到了1845年，Rugby 公學制定了首部橄欖球成文的規則。越位規則最早的核心目的也很簡單，就是防止對方屯重兵把很多球員都吊在你的门前來等球。如果沒有越位規則，那进攻球員只需要站在对方的球门附近，对吧？就等待自己後方的長傳，然後跟你拼了，輕鬆就可以得分，而根本不需要正常的組織進攻，對吧？那麼這樣的足球就會變成一個非常簡單的長傳遊戲，而不是技術配合和策略的對抗。有意思的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公学比如像伊頓公學等等，如果站在對方门前等球，這被認為是一種不紳士、很卑鄙的行為。英國不講規則，我們當時維多利亞時代講的是 gentleman。當時甚至有一些學校的校規規定，如果一名球員在对方门前等球，他就會被視為 out of play， 不在比賽中。所以正是這種 out of play 是後來 offside 這個詞兒的由來，因為 offside 在英語裡面就有不在自己方陣營一側這個意思。所以越位規則鼓勵3點：第一點，球員必須要積極參與整體的配合和跑動；第二點，防守方和進攻方之間要形成一種動態的平衡；第三的一點，足球戰術要更加的豐富，而不是变成一種簡單的長傳沖吊。所以有了越位規則，包括越位規則後來的演化，現代足球才真正成為了流暢、富有組織、富有策略性的團體運動。最早足球的越位思想其實是源自更早的橄欖球類的規則。1845年左右的橄欖球規則就已經有了類似於越位的定義。當時橄欖球的定義是，如果球員比球更靠近對方的球門，而且參與比賽，這就越位了。所以這個思想和現代橄欖球越位非常相似。而當時的規則許多學校都有，但大多是一種嚴格越位的判法，只要你在球的前面，就把你拉回去。3年後1848年劍橋規則首次規範了越位、界外球等等，這也就成為了現代足球規則的早期模板。所以足球和橄欖球還沒有正式分家呢，就已經有了越位。又到了15年後的1863年10月26日，當時英足總成立，在倫敦的共濟會的酒館，沒聽錯，共濟會。對咱們華人來說，共濟會是一個相當神秘的名詞兒。據說現在共濟會全球已經有了600到800萬的會員，英美占比最高。英格蘭聯合總會一共是20萬會員，美國約150萬。共濟會現在的規則是堅持要信神，而且要成年，要男性傳統的准入規則。不過少數地區已經開始接納女性或者跨性別者。不過進入共濟會必須要2名以上的會員引薦，而且要通過審查。主流英美社會將共濟會現在視為合法的兄弟會。不過有很多陰謀論認為共濟會操控全球金融、政治等等廣泛流傳，但是沒有實證。共濟會的會員在當今主要是一些專業人士、企業家和有公職的人员。所以您看，咱們的英足總還是在倫敦的共濟會酒館如此神秘的地方創立的。而1863年10月26日這一次會議本來是想統一規則，但核心的分歧也產生了，主要就2點：第一，是否允許抱球跑；第二個就是是否禁止踢对手小腿等等暴力动作。那麼當时可以看得出來，還有不少人是支持可以踢对手的小腿。最終英足总通過了禁用手抱球、禁止情报这種規則。
可是布萊克西斯等等堅持拉格比的規則的俱樂部當即退出，拒絕接受限制。這一決議也成為後來足球和橄欖球的分水嶺。隨後，足球被正式定名為協會足球 （Association Football）， 後來簡化為 Soccer。這也是英國牛津的俚語的結音，確立了以腳為主這種核心的規則。但橄欖球繼續的沿用拉格比規則，繼續手腳並用，身體對抗。不過咱們說回越位規則的誕生，其實比英足總更早。英足總是1863年成立的，但比它早15年的劍橋規則裡面已經有了極端嚴格的關於越位的雛形。當時劍橋大學3一學院的馬爾當召集了伊頓和哈羅公校的代表，制定了世界上首部成文的足球規則，其中越位的条款极為苛刻，禁止任何沒有球的队员處於球和對方的球門之間。這樣呢，就可以讓進攻方只能回傳或者帶球突破，進攻方完全沒有辦法向前傳球，只能自己帶球突破。這也導致後來的比賽常常以0-0收場。如此限制進攻的規則的靈感，部分是源自當時的橄欖球，目的呢是避免有球員提前去占位。可是這種限制確實過嚴了，被不少俱樂部反對。後來1863年英足總不是成立了嗎？許多人就認為劍橋規則裡面越位條款太嚴苛，而且過度的反对進攻。最後英足總在官方規則就把它刪除了。可是，一删除，馬上各隊立刻回歸了一種原始打法，就許多的前锋都往对方的门前扎堆，這甚至引發了球員的冲突。不少俱樂部又開始重新的呼籲要恢復越位規則，因為足球，大家都想看球員帶球過人突破所展現出來的花哨高超的技巧。可是，一旦沒有了越位規則，對吧？直接把我所有的前鋒都往對方的门裡面用，然後我們開大腳，10個人對對方的5個後衛，直接把前鋒給我弄進去就行了。再強調一下，1863年英足總成立是足球和橄欖球分道揚鑣的關鍵節點。1863年英足總的越位規則是這麼寫的：如果球員在球被踢出的時候比球更靠近對方的球門線，那麼他就被視為越位，而且不能參與比賽。當時還不用第2個防守球員或者第3個防守球員的概念，只要人比球更靠前就算越位。這和橄欖球非常類似，這就讓前鋒不能像現在這樣往前跑等着球踢過來。好，到了7年之後的1870年，英足總經過了2年的調研，在1870年又重新引入了越位規則，不過做了一些核心的調整。調整是在傳球的瞬間，進攻方的無球队員和對方球門之間必須要有3名防守球员，而且包含守門員。這個意思跟現在的足球越位規則就很像了，但當時說的是在進攻无球队员和对方球门之间必須有3名防守球员，現代的越位規則是2名就可以。所以1870年的這一次修改，首次允許可以向前傳球了，中場開始成為了比賽的核心。這也推動現代足球的陣型產生了變化，由2-2-6開始向2-3-1-4等等更為平衡的樣式去演變。1年以後，到了1871年，又有了守門員的定位。隨着守門員的角色慢慢固定為最後1名防守隊員，所以越位判斷的參照點更清晰了。英足總明確守門員可以計入3名防守球員之中，這也解決了之前防守球員的技術很混亂的爭議，所以也為後續規則的標準化奠定了基礎。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在越位規則的演變過程之中也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兒。那麼在此之前，謝菲爾德俱樂部讓自己的执射員長期的就站在對方門前，可修改規則之後，這個戰術徹底失效，倒逼謝菲爾德俱樂部馬上只能轉型。1891年，正因為越位的規則已經有了，所以主裁判加2位邊裁的這個執法體系也就確立了。邊裁的核心職責之一就是判斷有沒有越位。早期的邊裁完全靠自己的肉眼判斷，所以也經常因為視角問題引發衝突。這也是後來2018年以後為什麼有了 VR 技術普及的重要原因。很有意思的是，在南美洲的早期足球当中，因為越位這個規則的傳播沒有這麼快的就傳播到南美洲，所以就曾經出現南美洲的球員故意利用越位的漏洞來得分，引發了許多跨國友誼賽的爭議。對呀，咱們在英國踢球有越位規則，那些原始的作弊的方法早就不用了。可是到了你南美，規則都不一樣，你那兒沒有越位，所以我們國家跟你們國家打友誼賽，那不就有爭議嗎？這也就推動國際足聯在1904年以後統一了全球足球的規則。可是也有問題，因為這時候雖然越位規則誕生了，但這個越位規則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立。什麼意思呢？如果對方的後場球員已經壓得很靠前了，那在我自己的禁區我都有可能越位。於是到了1907年，又對規則進行了修改，規定本方半場沒有越位。如此一來，防守方就再也不用擔心對方的後場球員提前前壓了，這也減少了許多後場的爭議判罰。同時，
鼓勵進攻方要通過中場推進來發動進攻。更有趣的是，到了1925年，英足总将规定3名防守球员这个越位规则改为2名防守球员，这就已经非常接近现代足球的越位规则。很有趣的是，这个战術革命的修改马上讓比賽的進球數激增。咱們看看數據1924到25賽季，英格蘭頂級聯賽的進球數僅是470個，可是1年後規則修改了，1925到1926賽季，進球數馬上暴漲到637個，幾乎是漲了50%。而且英國球隊還發明了一種叫 WM 的陣型，成為了攻守平衡的經典模板。WM 陣型統治了世界足壇數十年。所以1925年這一次把規則改為2人規則，這個變化影響非常的巨大，它演化了更多的進球，也推動了現代傳球的戰術，並且形成了更為現代的足球打法。所以1925年的越位2人規則被認為是足球史上最重要的規則變革之一。那麼在3名防守球員的這個規則時期產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20世紀的20年代，紐卡斯爾聯隊有一個後衛叫比爾·麥克拉肯，他完美的利用了這條規則，研發出了一種造越位的陷阱。當對方傳球的瞬間，他和另一名後衛迅速的往前踏一步，這就讓對方前鋒馬上越位。紐卡斯爾聯隊這位比爾·麥克拉肯非常有名，而由於他的造越位戰術極其成功，導致比賽進球數驟減，大家都學他，都效仿。後來觀眾無聊的直打瞌睡，甚至有一場比賽，邊裁因為舉旗次數太多，因為越位太多了，全是後衛造的，導致這名邊裁賽後胳膊都抬不起來了。所以在1925年，國際足聯為了對付麥克拉肯這種陰謀，被迫將3名球員改為了2名球員。於是改動後的第1年，英格蘭聯賽的進球數就激增了40%。好，到了1990年那個時候老 K 已經看球了，越位規則又進行了進化，允許進攻球員與倒數第2名防守球員平行的時候不算越位，這也就進一步的鼓勵進攻嘛，更加的推動全攻全守的戰術發展嘛。所以就導致邊鋒和前腰的活動空間更大。你別看就是平行，好像平行就一根線，但這一根線的影響您就想一想，現代的 VR 裁判主要就是畫這根線。那麼這一次改革也是因為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它被稱為歷史上最枯燥的世界杯之一。意大利世界杯平均每場進球數只有 2.21 個，觀眾們極其無聊，許多淘汰賽都是0-0，沒辦法最後罰點球。當時馬拉多納帶領的阿根廷隊因為有門將戈耶切亞撲點球撲神了，所以一支只有2流水平的阿根廷隊在馬拉多納的帶領下，在戈耶切亞撲點球非常牛逼的情況下，居然進入了決賽。正是因為1990年的世界杯太過無聊，所以國際足聯在1990年就再次修改規則，就把平行這種情況也不再視為越位。這個改動極大鼓勵了反越位戰術的出現。所以到了2018年，咱們必須談到 VR 引入了越位的判罰。所謂毫米級的越位現在已經是足球的常態，現在已經經常出現球員的肩部或者腳尖一絲頭髮絲的距離越位，就導致進球被取消。這也讓現代足球的判罰精度達到了歷史最高。有趣的是，在2023年左右有一家瑞典的3級聯賽俱樂部叫 Torrens IF， 他們圍繞一種 scoop pass 這種傳球方法造成了一種越位的判定漏洞。什麼意思呢？ Scoop pass 就可以說是挑傳或者鏟傳。舉個例子，我的中場球員先把球鏟起來停在自己的腳上，這個時候我的前鋒還沒有越位，但是球沒有離開腳，一直鏟在我的腳上，在空中。好，我的前鋒使勁往前跑，跑到越位的位置上，然後我再從我的腳上把這個球直接挑給他，就是一種大的挑傳。只是關鍵處在於過去國際足聯規則說的是在中場球員傳球的一瞬間，那什麼時候是傳球的一瞬間？我如果用 scoop pass， 就這種挑傳，我的球和腳可以接觸個3秒鐘、5秒鐘，就把球勾在自己的腳下。那這3秒鐘之前，我的人沒有越位，在3秒鐘過程當中，我的人跑到越位線去，然後我再把球挑給他。按照國際足聯舊規則的表述是，同隊球員傳球或觸球的一瞬間，接球球員處於越位位置且參與進攻就是越位。可是 scoop pass 因為這個觸球瞬間很長，在這個過程3秒5秒鐘之內，我的前鋒往前跑不越位，然後我再把球挑給他。所以針對這一點， Torrens IF 俱樂部整理了許多比賽的視頻案例，還有戰術圖解和判罰爭議的報告，多次跟國際足聯的技術委員會規則部門進行溝通，要求要明確傳球瞬間到底判斷標準是什麼，什麼叫傳球瞬間。這件事的意義很大，最終在2025年的規則修訂的時候，將越位判斷時機的措辭從
傳球或觸球的一瞬間細化為當同隊隊員最後一次傳球或觸球的瞬間，而不是球飛行或球員接球的瞬間。同时新規則還補充，進球球員如果在傳球瞬間處於越位位置，即使後續移動到不越位的位置接球，只要他主動參與比賽，仍然判越位。所以這個補充條款明確了 scoop pass 這種拋物式的傳球和普通傳球的越位判定邏輯是一致的，不因球飛行軌跡特殊而改變判斷的節點，這也就統一了判罰，消除了 scoop pass 等等特殊傳球的越位判定的歧義。所以瑞典這家3級聯賽的俱樂部為足球現代規則越位規則的明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著名的過去阿森納的主教練溫格，現在他在國際足聯任職，他過去長期推動越位規則要進行進一步的改革，其中包括應該用身體的軀幹來判斷越位，而不是用腳尖。第二點，即使進攻球員有微小的優勢也不算越位。而溫格的這些提案也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正在討論當中。offside 這個詞兒越位為什麼有這個單詞呢？最早 offside 是來自於軍事的用語，完整的表達是 off the strength of his side， 指隊伍脫離陣型太遠，與對敵人的陣列脫節了。這個軍事用語後來就被足球借用，用來表示球員的位置不符合陣型的要求。所以越位規則現在不僅是現代足球的核心規則，而且是足球哲學的重要一部分。關於越位的判斷標準、裁判的主觀性以及 VR 等等科技的介入，讓越位永遠是激烈討論的一大話題。總結一下，正因為足球有了越位的規則，所以有3個好處。第一，產生了策略性和美感。如果沒有越位，前鋒就很簡單的一直站在對方球門前等球就可以，那麼足球比賽將變成長傳吊大門的混戰，所謂中場的組織會消失，傳控的配合等等通通徹底消失。第2個好處，它讓比賽可以拉開空間，越位迫使防守方必須前壓，而攻擊方必須拖後，從而在球場的中間地帶創造出雙方博弈的空間。第3大好處是讓每支球隊之間講求團隊協作。有了越位規則，要求球員通過跑位和時間差來撕開對手的防線，而不是單純依靠自己的位置優勢，這就很複雜，複雜產生了策略，策略產生了美感。有意思的是最早足球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風格還不一樣，英格蘭流行的是 dribbling game 帶球為主的風格，而蘇格蘭更喜歡 passing game 就傳球為主的風格。所以主要是蘇格蘭人認為1863年的英足總的第1版規則中，這樣的規則太限制進攻，後來大家就推動了規則的放寬。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蘇格蘭人更喜歡傳球風格，這也讓蘇格蘭產生了更多偉大的教練，包括曼聯的主教練福格森。所以在20年前，英國人只要提到蘇格蘭的教練就覺得有水平，因為更加的講傳球講傳控，而傳統的英格蘭教練就只會長傳衝吊。這也是為什麼福格森能去曼聯，莫耶斯能夠在埃弗頓當時執教那麼久。英國人的文化裡幾十年來就覺得蘇格蘭足球更加的passing game 傳球風格，蘇格蘭的教練更加懂傳控，更加懂現代足球。今天的意大利超級杯，那不勒斯2-0戰勝博洛尼亞奪冠。上半場39分鐘，波利塔諾快速的掷出界外球，內雷斯轟入一腳世界波。下半場還是內雷斯機敏的搶斷，隨後搓射再下一城。現在對那不勒斯來說，藤甲軍是真好用呀。今天進球的內雷斯過去也是滕哈格的麾下，在阿賈克斯踢球的時候和主教練滕哈格還產生過不愉快。後來內雷斯是回憶，滕哈格有一次抱怨我的髮型，我說你管好自己的髮型吧，我就管好我的髮型就好了。可此後的2場比賽我就被摁在替補席上了。現在在那不勒斯隊內，麥克托米奈、霍伊倫還有內雷斯都是過去藤甲軍。帶着那不勒斯夺得了意大利超級杯之後，麥克托米奈也帶着隊友們在更衣室抽起了雪茄慶祝。此情此景也是入鄉隨俗，到了意大利多少会沾點教父和黑手黨的氣質。本場比賽梅開二度的內雷斯也是队史上第2次在意大利超級杯決賽梅開二度的巴西球員。在他之前的巴西球員是1990年对尤文比赛打进2球的卡雷卡。1990年老 K 刚刚開始看球，馬拉多納和卡雷卡在那不勒斯的組合真是迷死人了。而隊史上這也是那不勒斯的第3座意大利超級杯，除了1990和今天這一座，上一次是2014年12月22日，當時他們擊敗了尤文圖斯，是2-2戰平之後通過點球大戰獲勝的。所以這也是那不勒斯主席德老的第2座超級杯，在他的帶領下，那不勒斯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今天另一場英超，諾丁漢森林客場輸給了富勒姆，這是在上半場的補時階段，
凱文造了點球，勞爾·西門尼斯主罰命中。也許是臨近聖誕節平安夜，所以兩隊的比賽打得一點都不精彩。取勝之後，富勒姆排到了英超第13，諾丁漢森林仍然在第17位。現在關於森林隊的中場安德森的未來，曼城、曼聯、拜仁和切爾西都有興趣。不過他的合同要到2029年才到期，所以森林对他的要價大約是8000萬到1億英鎊之間。不過東窗森林是不想賣的。好，今天非洲杯，薩拉赫在埃及队的比賽。上半場埃及队一度0-1落後，下半場马尔穆什64分鐘，在穆罕默德·哈姆迪的助攻下，終於扳平比分。臨近比賽結束補時階段91分鐘，穆斯塔法·穆罕默德送出助攻，薩拉赫完成破門，實現反超。今天在場上，薩拉赫和马爾穆什創造了許多機會傳給隊友，結果都被打飛了，而隊友們的傳中也是亂傳，所以沒辦法，大小法老王最後只能自己來，一人進一個。而關於薩拉赫的利物浦，今天有不幸的消息傳來，利物浦官方已經宣布伊薩克的腳踝受傷，而且腓骨骨折，已經完成了手術，回歸賽場的時間尚未確定。這就太慘了，腳踝加腓骨骨折，這和拜仁的穆夏拉是一個傷，穆夏拉傷缺小半年，伊薩克也好不了。值得一提的是腓骨和脛骨，脛骨負責承重，腓骨提供肌肉的掛鈎，起不到支撐作用。伊薩克能夠走下場，大概率是腓骨的中上段骨折，脛骨如果骨折是走不了路的。不過不幸中的万幸是，骨折總比韧带斷裂要好得多。像穆夏拉的傷，當時就有德國專家說過，對足球運動員的職業生涯影響不太大。但是呀，像皇馬的阿扎爾來皇馬的第1年，也是腳踝受傷加上腓骨骨裂，可惜皇马隊醫竟然沒有診斷出來骨裂。隨後繼續讓阿扎爾參加恢復性訓練，結果病情加重，腫起來了。回到比利時國家隊檢查，才發現是骨裂。手術後好幾個月球沒有踢，從此就沒有了狀態，廢了2年，就此退役。當時的皇馬隊醫啊，真可謂是獸醫。那時候的貝爾明明傷還沒有好，隊醫卻拍胸脯保證好了，已經可以上場了。結果一上場還是同一個部位又拉傷，也包括 C 羅算是耐操的了。他的膝蓋傷勢也被皇馬的隊醫誤診過，說是沒問題，結果頂着踢了個歐冠的半決賽加決賽，然後就再也好不回來了。到了最後 C 羅是完全不信皇馬的隊醫，一有傷病都是自己去外面找醫療機構處理。還有主教練齊達內當時在新聞發布會上大發雷霆，陰陽怪氣的諷刺自家的隊醫，因為當時皇馬隊員的肌肉康復診斷出現大面積的出錯，像阿扎爾、拉莫斯、卡瓦哈爾都出現了反复的肌肉傷病，說是好了，然後允許訓練，一訓練又拉傷，主教練齊達內都給氣得破防了。所以利物浦苦啊，剛提的新車就被砸了。伊薩克也是在完成了射門，結果被范德芬一個剪刀腿。哎呀，這也怪不了他，足球嘛，就是充滿了意外。但這件事兒也對薩拉赫事件產生了深遠影響。目前伊薩克重傷以後，預計紅軍利物浦或許會留下薩拉赫，不會在東窗放走他，並且利物浦也會參加對伯恩茅斯邊鋒塞門約的爭奪。另外，今天的新聞，巴薩的舊將拉菲尼亞退役，當然不是現在這個拉菲尼亞，是過去迪亞哥的弟弟。這位退役的小拉菲是被納因格蘭給鏟廢掉的。過去他本來有着輝煌的未來，被譽為小梅西，是巴薩陣中最像梅西風格的一位。可惜了，真可惜了。當年租借給國際米蘭，如果國際米蘭買斷，那雙方的前途都不可限量。可惜當時國際米蘭還沒有蘇寧集團入主，沒錢呀。而拉菲尼亞和他的哥哥迪亞哥，他們的父親就是著名的1994年世界杯巴西冠軍隊的主力后腰马金霍。有意思的是，两兄弟效力於不同的国家队，迪亞哥在西班牙国家队，拉菲尼亞在巴西国家队。拉菲尼亞是中场球员，而现在巴薩的拉菲尼亞是邊鋒，這是他們的不同之處。而像他們這樣兩兄弟在不同的國家隊效力啊，還有博阿滕兄弟，一個在加納，一個在德國；博格巴兄弟，一個在法國，一個在幾內亞；威廉斯兄弟，一個在西班牙，一個在加納；扎卡兄弟，一個在瑞士，一個在阿爾巴尼亞。另外還有切爾西的門迪和皇馬的門迪，這倆呢是表兄弟，不是親兄弟，一個效力於法國，一個效力於塞內加爾。今天退役的拉菲尼亞呀，過去還說過梅西一件神奇的事。他說梅西最神奇的一點，你知道是什麼嗎？我在巴薩和他共事的那些年裡，從未見過他練習過一次任意球。梅西真的太恐怖了。老 K 還記得過去亨利也說過，當時亨利在聊說內馬爾在訓練的時候能夠輕鬆的過掉5名球員，亨利輕描淡寫的加了一句，可是梅西生氣的時候能在訓練中過掉全隊的球員，並且把球打進球門。
所以做什麼事兒都不要惹怒梅西。好，轉會市場的重磅新聞 ，AC 米蘭已經租借成功32歲的德國前鋒菲爾克魯格，包含了1300萬到1400萬的歐元非強制買斷條款。這一筆轉會很可能會直接決定今年的意甲冠軍，搞不好是米蘭王朝最後一塊拼圖。而鐵錘幫西漢姆聯隊在租借出去德國重型高中鋒之後大概率本賽季可能會降級。OK， 另外關於塞門約，現在曼城和曼聯領跑，球員已經婉拒了熱刺隊。現在曼城和曼聯都非常欣賞塞門約，球員對曼城的考量是，曼城有歐冠可以踢，而且具備爭冠的實力，但塞門約去了曼城能不能獲得位置呢？並且主教練瓜迪奧拉的未來又将如何呢？至於曼聯正處於低谷期，可曼聯正在重建，而且品牌本身依然擁有強大的吸引力。老 K 個人覺得還是去曼聯吧，去曼聯同樣有高工資，還不用擔心主力問題。而去曼城雖然工資也高，但壓力大呀，首發都不一定穩。好的，另外今天已經 Here we go 宣布了，皇馬的前鋒恩德里克即將租借加盟里昂，50%的薪水會由里昂承擔，沒有買斷條款。到了26年6月，他將回歸皇馬。老 K 大膽的預測，恩德里克將在法甲大殺四方。今天拜仁還將簽下17歲的厄瓜多爾中後衛奧拉亞，雙方將簽約4年半，隨後拜仁計劃將他外租。厄瓜多爾足球最近真是崛起了，小妖不斷，特別是中後衛方面全是黑又硬。假以時日，4-5年以後，奧拉亞說不定又將名震江湖。好，關於曼聯的齊爾克澤，現在羅馬隊計劃先租後買，如果羅馬能夠獲得歐冠資格，那麼附加獎金加上去總價可以達到約4000萬歐元。不過曼聯現在無人可用，3大將參加了非洲杯，主帥阿莫林可能不願意在1月中旬就放走齊爾克澤。另外，關於巴薩，現在有不少的後衛自薦想租借到巴薩，可巴薩又覺得他們實力都不夠。巴薩現在看上的是多特蒙德的施洛特貝克，還有水晶宮的格伊。不過因為巴薩沒錢嘛，必須要等到明年6月才能展開相關操作。可是如果冬窗不引援，巴薩又將面臨極大的風險。從2月開始，一旦再出現任何傷病情況，巴薩的後防線幾乎無人可用。另外，剛剛在對陣曼聯的比賽中，阿斯頓維拉表現火熱的羅傑斯，1月冬窗他絕無可能離隊。不過早在上個夏窗，他已經在切爾西的引援名單上。明年6月，各大豪門對羅傑斯的爭奪將進入白熱化。OK， 布萊頓自己的中場巴萊巴決心至少把他留到明年夏窗，但也加了個前提，除非冬窗收到巨額報價。嘿嘿，這個除非是針對曼聯說的。幾個月以前，布萊頓當時是堅決留下了巴萊巴，結果本賽季21歲的中場球員表現相當差，布萊頓現在肯定已經後悔了，想賣，想老主顧曼聯回頭來再看看，依然用重金把他買走行不行？不過老 K 倒覺得曼聯也不是傻子，但是綜藝聯主打一個節目效果，曼聯如果延續再花重金買許多人來，結果打不了主力，那麼老 K 提前打招呼，我們也不要意外。OK， 明天就是聖誕節平安夜了，提前祝大家聖誕快樂。不變的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我們明天再見。